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百妖谱开机6天，郭敬明甩出原始真，邓卫斯狂澜帅炸热搜，可原著粉为啥更慌了？8月17日晚上20点40分，郭敬明在微博甩出一张图，配文只有"斯狂澜"3个字。开机刚满6天的百妖谱剧组，第一次把邓卫的实拍画面摊在大伙面前。冷黑色龙纹长衫，金色冠饰，耳畔垂着一条颈链，侧脸在原生镜头底下棱角分明，没有精修，没有滤镜，就是摄影机直出的原始真。结果呢，热搜直接炸了。一边是粉丝在评论区疯狂刷男神好帅从书里走出来的斯狂澜，一边是原著粉皱着眉头问：斯狂澜不是第2季才登场的边缘官配吗？怎么变一番男主了？同一张图，2种完全不同的反应。这事儿挺有意思，咱们慢慢唠。说实在的，单看画面，郭敬明这次的审美是在线的。邓卫身上那件冷黑长衫配素衣暗纹，加上颈链那点小配饰，光影厚厚重重的，清冷贵公子的味儿一下就出来了。郭敬明自己说这是原始真，意思就是摄影机直接输出的未精修画面，没磨皮没调色。这种玩法其实挺鸡贼的。你想啊，现在观众都怕精修诈骗，路透生图一个样，正片一个样的事儿见多了。郭敬明反手甩一张原始真，等于在说，你看，我都不用修，邓卫这状态直接能打。邓卫为了这个角色也是下了功夫的，提前减重10几斤，跑去练剑术和骑射，就是为了贴合斯狂澜那种轻盈古装感加仗剑除妖的飒爽。冷白皮，凌厉古香，眉下那颗痣，被网友戏称剑魔脸，跟原著里司府二少爷表面高冷，内心重情的设定确实对得上。开机才6天就敢发原始真，而且发的是邓卫，这信号已经很明显了。剧组把斯狂澜当门面在推，这才是争议的源头。百妖谱原著的灵魂是诡医桃妖，绝对大女主，秉持只救妖不救人的原则，带着小和尚磨牙和蛇妖柳公子云游四方。整部作品是单元志怪结构，一个妖怪一个故事，借妖的执念讲人间百态。斯狂澜是谁？京城司府二少爷，桃妖的官配 CP， 但他在原著第2季才登场，戏份有限，感情线极淡。原著粉最爱百妖谱的一点，恰恰是他无男主。桃妖不需要被拯救，不需要依附任何男人，他毒舌、飒爽、强大、独立，金陵过处，片甲不留。柳公子是相爱相杀的损友，斯狂澜是后期才出现的官配，俩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男主。这种去感情中心化的设定，是百妖谱最独特的标志。现在剧版怎么改的呢？把斯狂澜从后期登场的边缘官配，直接抬成了一番男主。邓卫领衔主演，与艾米饰演的桃妖组成核心 CP， 大量扩充感情戏。网传改编方案里，两人的关系从原著里清淡含蓄的羁绊，变成了并肩救赎的核心古偶主线。40集的篇幅，130天的拍摄周期，大量单元故事被压缩。更别提郭敬明还从自己制片的综艺《少年无尽下》里批量塞了6个新人男团成员进组。网友直接戏称这部剧该改名叫《百男谱》。咱得站在原著粉的角度想想，你心目中的经典 IP， 灵魂是以妖见人的治愈群像，桃妖是独立于爱情之外的飒爽女神。结果剧版一来，把原本戏份稀薄的官配抬成男主，感情线加码，单元故事压缩，女主有可能从毒舌飒姐变成恋爱工具人。这搁谁不慌？有粉丝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，怕的不是选角，是桃妖的独立人设被削弱。双引号，你看人家连邓卫的造型都没意见，
百妖谱书粉对这个丝狂澜很满意。这句话是真的，元始真的服化到和邓魏的状态，书粉是认的。大家吵的不是邓魏配不配，吵的是丝狂澜凭什么变男主，这是两码事。当然了，也不是一边倒的骂声。包容那一方主要是路人观众和颜值党，他们的逻辑也很直白。影视化本来就要做商业化调整，40集的长剧你光拍单元故事，没有一条强主线拉收视，平台不干啊。百妖谱是爱奇艺的 S 加项目，商业体量摆在那儿，无男主的结构在电视剧市场天然吃亏。而且郭敬明的画面能力确实没得说，服化道、构图、光影、氛围感这块他是专业的。元始真的质感就是证明。不少人觉得只要画面够美，剧本别太烂，这剧就能看。还有一层，邓魏是单人过会。在当下 S 加古装项目普遍需要男女双流量捆绑才能立项的严苛环境里，平台肯为邓魏一个人的扛剧能力买单，本身就说明市场和资本对这套清冷古装男主商业逻辑的认可。我个人觉得吧，这次争议最值得琢磨的不是加不加感情线这种表面问题，是郭敬明的重画面轻叙事倾向。他的审美没话说，可叙事一直是他的软肋。百妖谱原著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？是中式留白的美学，是挥胡报恩少年出心术金鸟替子尽孝这种以妖喻人的温情内核。这些东西是需要慢火炖的，是需要编剧功力的。剧版编剧是葛瑞，他能不能在40集篇幅加男主升格加男团群像的商业框架里，保住原著以妖观人的单元志怪内核，这是最大的悬念。拍得好，就是国漫真人化的标杆；拍砸了，百男谱这个嘲讽外号就焊死在脑门上了。哦对，还有个细节挺逗，艾米饰演的桃妖，红裙猫耳造型亮相，灵动俏皮。但有原著粉觉得，桃妖在原著里是毒舌萨姐那种清冷通透的气质，甜妹路线跟角色本身存在差距。再加上邓魏和艾米的年龄差，俩人能不能演出外表少女，内心千年的诡异桃妖与清冷剑客之间的化学反应，这也是个问号。按公开信息，百妖谱8月11日在浙江桐乡蒲院古镇开机，拍摄周期130天，全剧40集，预计2027年在爱奇艺独播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剧组才刚开工6天，完整成片8字还没一撇。可舆论场已经吵成这样了，挺魔幻的。元始真曝光这件事本身，其实是剧组精心设计的宣发节奏。开机第6天就放男主元始真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用邓魏的视觉冲击力先拉一波热度，把百妖谱小四男团那波选角争议的负面声音盖过去。这招短期看是奏效的，热搜是爆了，粉丝是嗨了，但长远看，视觉出圈解决不了叙事风险，造型再惊艳也就是个表皮。剧本能不能守住原著的内核，才是这部剧口碑的真正分水岭。书粉们真正担心的，从来不是邓魏帅不帅，而是桃妖还是不是那个桃妖。一个挺微妙的观察，这次争议的本质，其实是 IP 改编剧如何平衡商业诉求与原著灵魂这个老大难问题，在百妖谱身上的又一次集中爆发。丝狂澜从稀薄官配变成一番男主，到底是国漫 IP 真人化不得不做的商业重构，还是对桃妖独立人格的某种隐性剥夺？这个问题恐怕得等2027年剧集真正上线才能见分晓。不过在那之前，倒是有个更有意思的思点留给大伙儿。如果让你选，你是愿意看一部视觉惊艳但桃妖恋爱脑化的百妖谱，还是愿意看一部忠于原著单元志怪但没啥感情线的百妖谱？评论区聊聊呗。